从我们这个看到指挥中心调整的说辞里头哦，那么当然指挥中心试图要这个自圆其说的来解释为什么这个政策会大转弯，但是从他这样的一些说法里头，就让我们看到了指挥中心很可笑的逻辑跟思维。他告诉大家什么？他说为什么我们过去1年不入境普筛？因为我们是害怕入境普筛的伪阴性会造成这些原本要居家隔离的人，他们会大意，他们就会趴照，他们就会去传染给他们同住的家人。这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很鬼扯的逻辑，大家想想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旭秀，你想，如果今天陈时中是这样讲，就代表过去这1年他都知道居家隔离是没有办法彻底被落实的。就你明明知道居家隔离可能会有人在家里头违反规定，可能会有一些疏漏之处，而你还把居家隔离当成是我们决战边境的另外一道重要的防线。然后你现在才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筛了伪阴性，他就有可能在家里头拍照，或者是跑出去。那你这不是自打嘴巴吗？这代表你过去长达1年的居家隔离的防线跟相关的监理都没有落实下来，所以你对居家隔离根本上就是没有信心，因此你不敢用伪阴性，你宁愿让所有的人都不要筛，然后让他们都怀疑自己可能中，然后他们就会抱着恐惧的心理躲在房间里头吗？指挥中心长期以来在做边境防疫的这些防线的布局上让我们看到有太多的破口，一个又一个的破口，包含像3+11制度的大意，包含像诺富特饭店的管理，甚至包含秀秀，你看这2天另外一个大新闻是另外一个防疫旅馆的大火，这就都代表了同一个问题，你知道吗？防疫旅馆你连安全消防检查都有没有确定的落实啊？然后连安全消防检查都会有问题，然后你更不要讲每一间防疫旅馆的品质参差不齐，它的内部的管理跟所有的防务作业都是没有经过统合跟训练的耶。这些东西不都是指挥中心应该要定出明确的指引，要求地方政府去彻底的贯彻执行，不管是监理或者是稽查或者是训练吗？都没有。所以诺富特饭店，我们在国门这么大的一间饭店可以混居，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连诺富特饭店都可以混居，这代表说其他的饭店的管理恐怕也很两光哎。但是从诺富特饭店发生之后到现在为止，指挥中心有没有针对这个防疫旅馆的相关的管理，这个或者是防务的作业做出更明确的规范？没有，完全没看到。那么我们甚至还没有看到说他有没有去把防疫旅馆的这些基层的防务人员作为第一批优先施打的对象，没有。因为呢，他们还要先等完我们中央这些大官、这些丁移民们都打完了，才能够轮到他们。明明这些人就是在第一线呢，他们跟医护人员是一样的，包含像长程航班的机组员也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直接可能接触病患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去做好妥善的这个防备？包含防疫饭店的防务人员，包含这个航空公司的机组员。他们还排在丁移民们后面，他们还排在第2类中央和地方官员施打名单的后面，他们第3类嘞。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防疫概念跟逻辑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决战边境的战略？就从今天这个陈时中的讲话内容，让我觉得简直是匪夷所思了。就原来你过去就是知道居家这个检疫是有问题的，然后你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这回事只是要用这个不要筛检的方式来吓这些旅客，让他们不要乱跑。但是这代表的是你本来就知道有漏洞那有漏洞为什么不防？所以现在用自圆其说的说法告诉我们说，现在因为大家都要强制到集中隔离所或者是防疫旅馆了，所以他们不会拍照，他们也不会传染给家人，因此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入境普筛了。说实话，我觉得陈时中只是为了要掩饰指挥中心在过去这1年来的决策失误，而且准备不足就是我们的 PCR 量能绝对在过去这1年来远远的落后跟不足。所以大家光想一想，前一段时间让大家很愤慨、很讶异的这个校正回归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我们的 PCR 检验量能足，还需要校正回归吗？我们校正回归了多少天？大家算算，在那段时间，我们的政府才被迫去把 PCR 的量能补齐。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能够有像这个中国大陆或者是先进国家这样的检测量能，我们都还在高度的怀疑所以指挥中心
如果还要用那种神坛防疫的方式哦，就是有点类似像那种白莲教的模式哦，就是我们就只要相信他，毫无条件、毫无疑问，不要怀疑哦，只要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就可以这个得永生哦。我认为台湾人民已经看破他们的手脚了。目前为止，指挥中心的公信力跟专业度，恐怕大家都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民进党是最善于这个精打细算、做这个政治算计的政党哦，所以他们当然会衡量公投是否要在8月28日继续举办的这些利弊得失。当然，在过去这几天里，民进党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哦。有人认为说，趁着现在疫情的状况，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顾虑跟考量，不愿意外出哦。那么一口气就把这4个公投给做掉了哦，那么就变成是无效公投。但是呢，另外一派的人可能认为说，如果我时间延长一点哦，那么我还有更多的时间去挽回民众的一些看法。甚至有人会认为说，借着在这段期间，如果我们跟美国做出更密切的合作，大家对于这个莱猪的反弹可能也会降低。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我认为民进党最终一定会做出延后的这个决定，很简单哦，就是因为现在的民怨沸腾，我相信任何一位民进党的政治人物都可以感受到，不管是蔡英文、苏贞昌，或者是民进党的党籍的这些立法委员哦。那么，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仍然执意要举办公投，它等于是让这些民意有了一个最佳的出口。所有的民众恐怕都会毫不犹豫的走出家门，用选票来教训民进党哦，用公投票让民进党知道台湾人民的愤怒。因为太多民众，我相信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室里头留言，大家都在问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难道就这个束手待毙了吗？我们就拿这个政府莫可奈何了吗？我们就要任人宰割了吗？所以在这个时刻，如果有一个公投要举办的话，我相信有很大的民怨都会借着这个公投来展现出民众的反弹跟不满，所以反而可能会让民进党在公投上败得更惨更难看哦。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民进党这个打算盘，再三的权衡轻重之下，他们就会做出说希望公投能够往后延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毕竟现在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不管是基于防疫考量或者是政治算计，对民进党来说，如果执意要推动公投，都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蔡英文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打脸指挥中心了哦，他最近做了一些动作，都是在打脸指挥中心。从最早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当郭台铭宣布要捐赠疫苗的时候，指挥中心摆出的那种傲慢刁难的态度，最后是怎么扭转的？是因为蔡英文出手讲话了，那么苏贞昌随后跟进。然后接下来，当这个郭台铭的这个疫苗采购捐赠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一些阻碍哦，那么他公开呛声说，如果政府不要他买，就早点讲哦。那么在那个时刻，蔡英文又立刻出来灭火，所以一直包含到像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入境普筛的政策的大转弯，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蔡英文相对于指挥中心来说，他们对于掌握民意的能力是比较高的哦。那么也许是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有很密集的这个布局哦跟经营，所以他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当这些这个触角哦回传出来说，民众的这个民怨已经沸腾的时候，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掌握，而且随即要做出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那么也就是说，如果照着这样的趋势走下去，我真的认为像苏贞昌或者是陈时中很有可能被阵前换将哦，因为他们的很多决定现在都招致到了民众很大的反弹，特别是不信任哦，就是说防疫的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确是团结，可是团结是要建立在信任之上的。要建立，为什么要叫民众团结的前提是民众必须信任政府，所以我知道我团结我忍耐，政府会想办法帮我们解决问题，带我们渡过难关。可是在这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大家忽然发现我们是团结啊，我们也拥戴政府，我们也拥戴这个指挥中心，把它供成一尊神了，然后大家都顺着他，大家都遵从他，大家都这个服从他，可是他并没有带我们渡过难关，反而是因为他们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的决策跟判断，把台湾丢进了第一次的本土疫情，然后接下来可能还要有第2波的本土疫情哦。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哦，那么我是认为说当陈时中或者是苏贞昌的这个专业能力哦，或者是
民众的信任程度都降到最低点的时候，恐怕民进党政府就要认真的来思考，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防疫指挥官来做一个取代哦。那么让更多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够在不被没有这个个人的情绪或者是蓝绿色彩的考量的情况之下。能够被指挥中心接受哦，因为毕竟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在过去这1年来，陈时中挡掉了多少意见，我们数都数不完了哦。从最早的就讲到说类似像全民普筛，讲到说让快筛试剂上市，让民众能够随手可得，说不要就是不要哦。讲到说要不要来做轻症医院哦，以防说疫情这个起来的时候会造成医疗量能的负担，也不要。那最后果然，当第一波本土疫情来袭的时候，台湾的医疗量能几乎濒临崩溃哦，甚至是把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哦，把很多确诊的所谓轻症的患者，通通都送到了所谓的加强的防疫旅馆。然后大家会发现说，如果你仔细看一下那些死亡的案例，有很多案例就是孤单的、孤独的，在这个专责防疫旅馆中往生了，就是忽然之间他从轻症变重症，然后因为时间太短，短到根本没有这个24小时的医疗照护来监控这样的状况，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这些民众就已经走了。所以这些情况都是因为指挥中心的刚愎自用哦，然后固步自封所造成的。那更不用讲在疫苗采购的问题上哦，就指挥中心在疫苗采购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跟态度，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就大家都是嫌疫苗不够多，我从来没有看过说有一个国家说嫌疫苗太多，买疫苗大家都买个4倍、5倍、10倍哦。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买疫苗连1倍的人数都还不够打哦。那么现在台湾就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之所以现在会没有疫苗，我们吃的大亏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去年已经错失先机了，所以现在你才必须要由我们的民间的团体或者是企业领袖，透过私人的管道去采购了。因为在去年本来就应该要下单，就应该要用高价超额的方式来进行疫苗采购，我们的指挥中心根本没有做啊，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台湾到货的疫苗非常的有限，526万剂。然后蔡英文总统居然前2天还能够有脸出来，这个跟大家说，我们马上就要展开大规模的疫苗施打计划咯，然后我们要这个形成群体免疫力。我听完都快要笑死了。大家算一算哦，台湾有2300多万人哎，所谓的群体免疫力，你至少要打80%吧，80%每一个人要打2剂哦。打1剂还不行哦，我不晓得秀秀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在台北的有2位医生染疫，一位是牙科的医师，一位是耳鼻喉科的医师，他们都打过疫苗，而且可能才注射了1剂哦，还没有2剂哦。那更不要讲，还有已经注射2剂的医师也都染疫了。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就算让大家80%的人打了2剂，你才能够针对所谓的阿法变种病毒有群体免疫力，对 Delta 未必哦。80%是多少量？80%要3600万剂，我们现在只有526万剂，接下来的还不晓得在哪里哦。所以我觉得这蔡英文当然用这种集体催眠的方式哦，来试图缓和大家的情绪，但是靠做白日梦哦是没有办法抗疫的哦。那么用做白日梦的方法，你说在呼吁大家民众团结，现在的台湾人民经历过第一次本土疫情之后，已经没有像去年这么的这个天真了哦，这么的单纯了，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非常严重的这个生死关头了，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指挥中心也好，或者是民进党政府也好，如果没有办法拿出一些真本事哦、真本领哦，恐怕很难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跟认同。